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安倫。這集是我們2026年沖繩集的第6集。這集會帶大家前往首里城，以及坐公車前往波上宮，最後是逛趴路口看夕陽。今天一樣跟着安倫出發沖繩吧。首先，在影片開始，安倫要先補充上一集我說到的國際通唐吉訶德免稅消費方式。安倫在影片上是說，這家唐吉訶德要每層樓個別結賬，結賬完成以後再統一上去4樓免稅櫃檯辦理退稅。但是朋友上個星期前往的時候跟我說，其實可以一次到4樓完成結賬跟退稅，不用每層樓都分開結。但是安倫還是簡訊詢問了唐吉訶德官方，獲得的答案是，其實2種方式都可以。你可以每層樓分開結賬，然後再上去4樓統一辦理退稅，也可以一次到4樓完成退稅。以前的確是有分樓層結賬的規定，但是現在已經改了，所以大家可以一次將商品拿到4樓完成統一結賬跟退稅咯。在此也感謝唐吉訶德集團的答覆。現在我們這邊開始，我們首先前往首里城，是從編號9的木質車站坐單軌列車前往編號15的首里車站。如果坐單軌列車，安倫會推薦當乘最前頭的車廂，因為可以拍攝一路上的風景。今天我們的行程是首里城、波上宮跟趴口。大家也許會好奇，真的一天可以跑3個行程嗎？然後安倫也會把時間軸告訴大家咯。首先，我們11點40分從木質車站上車，出發到首里車站，不含等車的話，車程只需要13分鐘，11點53分就抵達首里車站。這裡安倫也要提醒大家，沖繩大部分車站的月台很少會有手扶梯是下行的，下行都是樓梯，所以如果有娃娃車或者行李的朋友們，要多利用月台上的電梯。現在我們能看到出站往左邊的首里城公園指標，從首里車站走到首里城的下方大約300公尺，沿路可以用餐的餐廳只有2家，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在市區先吃飽再過來。不過這300公尺只是小餐一碟，由於上去首里城是要爬階梯的，所以推薦大家還是不要吃太飽咯。首先我們來到這家烏潭赤道拉麵，是在沖繩經營超過20年的拉麵店。這裡是採自助點餐機，所以只收現金。我們點了7號的野味拉麵，還有1份煎餃，還有10號的叉燒拉麵，差不多也要3000塊日幣。煎餃安倫是覺得普通。然後現在看到野味拉麵有1杯叉燒跟半熟蛋，還有木耳絲跟蔥花。不過既然是野味拉麵，湯頭當然就偏鹹，就看大家喜好咯。再來是叉燒拉麵，安倫是忘記叉燒油門加倍了，不過叉燒吃起來口感還不錯，很推薦大家。現在我們吃飽以後繼續前往首里城，這段路大家可以看手機導航，也可以跟着人潮走，基本上很快就到了。現在我們走到下方會看到分岔路，這裡安倫拍攝地圖跟大家說明一下。紅色路線的話就是階梯偏多，所以長輩們或者帶小孩的就不適合走這裡，可以選擇藍色路線，沿着馬路走平面再彎進去首里城公園，大約走550公尺就可以抵達公園。不過到了公園還是要慢慢往上爬，但是會比紅色路線少走很多階梯，所以總結就是不怕辛苦想運動的朋友可以走紅色路線，也就是影片的左邊。然後如果是長輩們或者是有帶小朋友的，想要走輕鬆一點的朋友們，就走右邊的藍色路線。安倫這裡由於我們要去 Lawson 吃炸雞，還有買飲料，以及想要先看看等等要坐公車前往波上宮的公車站牌，所以就帶大家往右邊走輕鬆路線。這裡也有路標會告訴你，就直走會看到一個 Lawson 左轉。如果想要拍攝首里門的朋友，就通過 Lawson 以後繼續往前走，穿過樓台再彎進去。首里門除了有出現在日幣2000元上面，在那班機場要出境以前，大家也會看到首里門，可以說是沖繩的一大象徵。現在開始我們走右側，看到 Lawson 就左轉進去。走到巷尾就會來到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我們也開始來到首里城公園下方。
現在這裡會看到鎌倉翻太郎的紀念碑，是進行琉球文化遺產調查的研究者。他在1930年左右研究出首里城完整的建造記錄以及珍貴的工藝品等資料。在1945年發生戰爭的時候，一些毀壞的文化古物也是因為他的研究資料能完整修復。首里城的正殿在2019年遇到火災，現在在重建中。但是也因為他以前留下的寶貴研究資料，一直到現在在正殿的復原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我們在這裡就能看到左上方的首里城，我們要慢慢走上去上面。現在左邊會有一道九慶門，我們要從這裡開始登上首里城。九慶門據說在古代是只有女人才能進出的出入門，不過現在是人們日常進入的大門。現在拿到的第二個門是瑞泉門，意為吉祥美好的泉水，走過這裡也算是一種儀式。現在拿到的第三個門是肉客。過去高官坐轎進城的時候，必須要在這裡下轎，走上去首里城，代表對國王的一種記憶。門樓上以前也設有水槽，透過水流來測量時間。現在我們走上了廣府門，也算是首里城正殿的入口了。不過最早的廣府門已經沒有了，是後人在1990年代才復刻出來的。在古代走過廣府門，兩側就是辦公機構，很多官員都會來這裡上班。現在走進來以後，這裡會看到鳳城門，也就是正殿的正門。我們要先在旁邊的售票廳買票，這裡售票沒有售票機，所以都是人工櫃檯。現在買好票走進來就是主殿，但是由於主殿還在修復，所以沒有開放。現在一走進來就要記得來左側拍攝主殿。雖然很多人說主殿還在修復，沒有必要來這裡，但是對岸人來說，人生能有幾年能看到修復中的過程也是很難得。就像京都的清水寺在前幾年進行的主壇修復，也是50年來的整修，那人生也有幾個50年呢？有機會看到，當然就要前往。而且首里城不是官方要主動修復的，而是因為遇到火災被強迫修復。所以岸人覺得買張門票買個紀念品，盡一點微薄心力，也是喜歡日本文化的一種表現。所以大家有機會就來首里城看看吧。심한데? 내가 아직까지 다 못했다고. 虽然主殿沒開放，但是沿路參觀路線的施工圍欄上，還是都會有很多資料可以看，也可以了解修復的整個過程。現在拿到紀念品店，空間不大，不過商品還蠻齊全的，光玉成印就有好幾種。現在我們看到紀念幣的格子機了，先準備好現金，到旁邊販賣機買下想要的紀念品款式。如果想要加鑰匙圈的話，也要記得購買。
碼好紀念幣以後，要正確把紀念幣放到機器上，用力按壓到無法推動為止。接着就輸入想要的文字，下面的日期是系統會自動輸入。如果想要變更日期也是可以，就按左邊的藍色按鈕修改。如果不想修改日期，那我們只要輸入上面的字就好了。最多可以輸入24個英文字跟數字。現在確認輸入的文字沒有錯以後，就按 OK 開始刻印。的機器停止以後，按左邊的按鍵，紀念幣就會彈出來了。這裡也會有個區域是播放影片介紹，也有座位提供大家休息，然後也會展示使用木材。在這裡也可以感受一下每個木材的重量。接下來我們繼續順着參觀路線，就會來到西台，也就是2萬台。以前的士兵就在這裡監視着遠方的一切。站在上面也可以看到那巴士區，天氣好的話還能看到海景。現在我們就準備離開了，回程就跟來的一樣，走回沖繩縣立藝術大學的巷子。我們要回到 LOSE 旁邊的公車站，然後我們走到公車站的時候是下午2點27分，我們要坐17號公車前往蒲上宮。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單場公車站，中途要轉車一次，我們要先坐到醫療廣場大道中央這一站，然後再轉3號或者5號公車前往蒲上宮。距離蒲上宮最近的公車站是西武門，所以我們最後要在西武門公車站下車。現在在公車站就能看到時刻表，現在是下午2點27分，公車2點33分會來，也真的很準時的到來。在這裡解說一下，在那巴士區上公車的時候是前門上車，然後就要馬上投錢了，然後下車是從後門下車。然後 IC 卡只接受沖繩的 OKI 卡，所以如果沒有 OKI 卡的朋友要自備現金，大人是280元，小朋友是140元。然後如果是单程只跑那巴士區的公車，上車是不用拿整理券的，拿整理券是如果要跑長途或者快島的公車巴士才需要。所以如果只是單純在那巴士區單程短程的公車就不用抽整理券。最後按了还是提醒大家，坐公車以前就要把零錢準備好了。像我們2個人坐2班公車，一個人車錢280元，就要準備好1120元的零錢。現在我們下了17號公車，在醫療廣場大道中央公車站，我們要在這一站等到3號或者5號公車。我們是下午2點45分抵達這裡，然後看時刻表是要單程2點49分的3號公車。
然後在這裡提醒大家一下，3號公車的行駛路線是會先往上開，經過各地車站跟薩那哈那 Map Place 以後，最後才會往下開往波薩宮。所以大家可能會想說是不是坐錯方向了？但是只要打開 Google 地圖查一下公車的行駛路線，再留意公車螢幕上的播報站名，兩者比對正確即可放心。現在我們在西武門下車，走往波薩宮，大約350公尺。公車站一走到對面，也會經過一家生粉，大家記得補給水分。現在是下午3點25分，我們抵達波薩宮。拿到波薩宮會先看到一隻鳥居，接下來就要爬一小段階梯上去了。现在上來以後，主殿就在眼前，往右側就是送寓所。如果要寫運注印，就在這裡。現在沒有人，就趕快來。現在把注意再交出去以後，會拿到一個叫號機，等預注印好了以後就會通知你，然後再等到預注印的同時，可以先拿頭跟100日幣抽籤。现在開始排隊買御守，右邊的預注印隊伍已經排好成了。波薩宮最有名的御守，首先是紅心豐守的健康御守，還有右邊這個書包御守，專門為學生還有孩童推出的。除了可以保佑學業進步，也可以守護孩童們上下學的平安。再來就是左邊的交通安全御守，上面有風獅爺跟紅心豐守，基本上都是沖繩限定，都是別的地方很少看得到的。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在神社的正殿都會看到有破犬在守護着正殿，但是在波薩宮的正殿就不是破犬在守護，而是風獅爺在守護着正殿。现在我們從聖御所的旁邊會有一個小路，這個小路可以走到波之上海灘，這裡也會有一些水上活動可以體驗，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自行查一下。現在看到左邊的山崖上面就是波薩宮的主殿。現在我們準備前往帕魯口，我們要走到外面叫計程車，但是走到外面可以不用再走回波薩宮。我們在海灘這裡回頭看，就會看到個廁所，廁所旁邊就有小路出去，就是馬路邊，所以在這裡叫車就可以了。
但是這天我們很幸運的是，在這裡就有一台計程車，於是我們就直接坐上車，而且這部計程車的司機還是一位中國大姐。也一路上我們聊了很多，可惜因為大姐公司的規定，我沒有辦法把車內拍攝的影片分享上來。不過我有跟大姐留了LINE的聯絡方式，大家如果來到沖繩小架搭計程車，可以按據訊息來跟艾倫索取聯絡方式。不過艾倫也要提醒大家，大姐平常沒有在跑半夜的，早上9點以前也很少跑。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叫大姐的車，就要跟大姐討論溝通一下咯。從波上宮到八路口路程6公里，坐計程車15分鐘就到了，車資為1800元日幣，也不會很貴。我們抵達八路口時是下午4點32分，八路口是開到晚上10點，所以我們還有5個小時可以逛。八路口的樓層表，按了就簡單拍一下，分享給大家。這裡艾倫教大家要怎麼搜尋 Suikonis 的商品庫存。像艾倫現在想要尋找無線離子夾，先查好商品的日文，進到網站以後在這裡搜尋，找到商品以後進入頁面，這裡網站還會很貼心告訴你這樣商品能不能搭上飛機。像這款就是可以隨身搭上飛機的，但是由於這款的電池為鋰離子充電電池，所以大家還是要查一下你搭乘的航空公司能不能攜帶鋰離子充電電池咯。現在在網站的頁面上可以看到一個店鋪賬庫，裡面就可以查詢各家門市有沒有這項商品的庫存了。大家可以從頁面慢慢查詢門市，也可以依照地方來搜尋門市。不過沖繩的話，只要拉到頁面最底下就能看到了。這裡查詢的結果是沖繩的3家門市都缺貨，希望大家都能買到心儀的商品。然後我們這次的八路口目的是這家分類區分卡。分類區分卡是連鎖雜貨店，在這裡主打動漫商品，還有玩具，甚至一些潮流物品也會有。艾倫當初會知道這家，也是我很喜歡的台灣樂團的團員介紹給我的。從他介紹我這家開始，我每到日本都一定會來逛。在此也要感謝這位大大推更。在這家店裡不能放過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有一個角落沒逛到，就很有可能跟自己喜歡的商品錯過。這款小型的盲盒，不管看到哪一個，對艾倫來說都不會很雷。這裡基本上很多知名電影的商品也都看得到，像是《星際大戰》、《回到未來》、《哈利波特》還有漫威系列。總之這家真的很大，大家一定要來挖寶看看咯。
現在我們上樓前往頂樓的停車場，這裡會有一個瞭望台，只要天氣好並且查好日落的時間，上來這裡就能看到夕陽。现在看完夕陽以後，我們來到美食廣場是 MW。MW 是來自美國的素食店，在日本的話就只有沖繩才能吃到。現在我們在這裡點了4種漢堡，現在第一款漢堡是 Melty Burger， 這款漢堡則有2種起司片，然後加上2層牛肉以及煙燻培根，在口感上會比較特別。現在我們吃的第2種漢堡就是招牌漢堡啦，配料有蘸洋蔥圈，再來是番茄跟生菜，然後還有很大一塊的白色奶牛乳酪，再加上黑胡椒培根，最後底層是厚實的牛肉漢堡排。這款招牌漢堡艾倫是覺得蠻好吃的，大家可以考慮吃看看。現在的話剩下2種，個別是 Masa 跟 Super Masa 2種，這2種其實就沒有太大差別，就 Super Masa 多了一片牛肉而已。其他配料像是培根、起司、生菜、番茄，這都是一樣。想嘗試的朋友選1種即可。其他還有像是薯條跟薯泥，艾倫就覺得還好一般。總之 MW 漢堡，如果大家要來吃，一定要嘗試吃看看招牌漢堡。像是有機會再來沖繩，艾倫還是會來吃的。在帕路口也會有潘達餐廳，也就是美國的熊貓快餐，同時在美國也是最大連鎖的中式快餐店。如果跟艾倫一樣在美國吃過的朋友們，可以考慮來回味一下。現在我們來吃東京的蘋果堂，這家前陣子在台灣引起了一陣旋風，各大日本展都是大排長龍，所以我們來到帕路口，當然也要來朝聖啊。不過我們吃的這款是在情人節期間限定的草莓與巧克力，雖然現在沒有了，但是未來看到影片的朋友們還是可以追蹤一下沖繩這家的 X， 也就是推特，他們如果有推出期間限定的品項，都會在 X 上面公告。像現在4月5號開始推出的是杏仁荔枝，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來吃看看。帕路口這裡的阿康賈伊爾大家也有一個休息區，基本上就是讓爸爸照顧小孩，讓媽媽盡情去採買了。最後就是位於3樓的吉伊卡哇專賣店，專賣店門口會有2桌風獅爺，剛好一隻閉嘴，一隻張嘴，正好跟神社的守護犬破犬相呼應，意味着我們如果來逛這裡，吉伊卡哇也會保佑我們的平安，這一點倒是不錯的小彩蛋，大家來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接着這家吉伊卡哇專賣店，想也知道就是主打絲薩啦。絲薩的靈感就是來自風獅爺。這裡的商品非常齊全，其中也有跟奧利恩啤酒的聯名商品。
然後艾倫也提醒大家，吉伊卡哇帕魯口餐廳也在2月中開幕了，不過現在看起來是預約制，想去的朋友們要自行研究一下。然後從4月17號到5月31號也會有快閃商店，喜歡吉伊卡哇的朋友們記得一定要來帕魯口就是了。然後4月25號到5月10號也會有名偵探柯南的活動，如果剛好柯南沒有碰到的話，也不要錯過咯。接着這裡的樂高專賣店門口也是有2隻風獅爺，跟破犬也是一樣相呼應，一隻閉嘴，一隻張嘴。帕魯口也是很好逛的地方，可惜的是我們今天只有5個小時，也是逛得很趕。不過想逛的都有逛到，想吃的也都有吃到，想看的也都有看到，還是很心滿意足的離開了。由於這集是我們抽神系列的最後一集，所以艾倫也分享一下我們回台灣那一天的班機是早上9點45分的虎王安 T231班機，所以我們是早上7點從民宿退房，就叫計程車前往機場。我們的轎車 Apple 是使用 Go 這個 Apple。那巴士區的車輛蠻多的，就算是早上7點，我們3分鐘內也能順利叫到車。我們大約7點6分上車，7點26分就抵達那霸機場，車錢2200元日幣也不會太貴。至於後面的機場導覽，我都放在前面的這一集分享啦，還有其他各集也歡迎大家看起來。感謝大家支持我們2026年抽神奇系列的影片。更新完這系列以後，艾倫會先回頭把名古屋遊記做完，再來就是繼續更新台灣的生活系列影片。艾倫下次再前往日本是8月的東京了，東京的遊記如果沒有意外也會從8月中開始推出。不過目前還沒有想到要拍哪一些題材，看看有沒有朋友們要留言建議一下。再次感謝大家，我們下部影片再見。